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好24岁，来自山西，是一名教练；女嘉宾小袁22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摄影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健身房里认识的是吧？对，我们在健身房认识的。啊，他是健身教练。对。你是健身会员。对，我当时就是为了去减肥嘛，然后所以就认识他了。哦。认识了之后，他对我也挺好的，一直就是说特别照顾我，而且特别迁就我。工作之后就完全就都变了，所有事情我不管说什么，他都要跟我再去吵架。是不是说我现在就什么小事都跟他吵？其实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也是不管什么事儿我都很包容他，他说什么我就是什么。但后来越发的就是什么事儿都得听他的，所以我现在就感觉有点不太受不了了，对，还是不舒服。就感觉我有点很难走下去，是说他强势是吗？你受不了他了？我只是希望他稍微能改一点，但是我们也谈过很多次了，但是他没有一点点改的意思啊。平常吧都是会因为一些小事他就会去发脾气，我并不因为这些小事。举个例子吧。有一次我们就说没事我们就经常去玩游戏，但是我们也不是在一块儿嘛，就是去开语音、开黑马。本来玩的挺好，挺高兴的。当时房间里另外一个女生说的话，我就接了2句，当时她就不高兴了，我就很纳闷。我是因为这个跟你生气吗？当时是因为他跟别的女生说话，他根本就听不出来我声音了。我当时也就说2句，而且游戏里声音很嘈杂，对吧？我就礼貌性的回2句，而且那个声音跟他确实很像。不是说故意不听。那你有什么可回的呀？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现在玩游戏，我工作已经很忙了，然后就因为他喜欢玩游戏，我说那我陪陪他嘛。重点不是说我没听着他声音，就是说我这点小事他完全没有必要发那么大火，一发火他就，我想跟他道歉。他发火干嘛了？我想跟他道歉嘛，打你了还是怎么？也不是说打我，他直接拉黑，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。那我不就是想让大家冷静一会儿吗？冷静完了之后不就又理你了吗？是冷静吗？这冷静1-2天，我打电话什么的都不回我。平常在生活中他也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说平常我得有自己的社交圈，我得去招朋友，对吧？我得有自己兴趣爱好。他平时就不行，我稍微回家晚点就把我直接关门外头，不让我回去。你那是因为稍微回家晚点吗？这件事真的是，他上次他出去喝酒，他跟我说，他说那个啊我们要出去玩去，然后跟他朋友出去喝酒了。我已经跟他说过很多遍，我说我不许他去喝酒，他偏偏非要去。你把我的话放在心上吗？是你说的这样吗？当时我明明出去之前我告诉他了，我说我朋友好久不见了。回来了嘛，就出去吃个饭，可能会喝点酒。是他不喜欢我喝酒。我同意你也去了吗？但是我同意了吗？当时他也没说不行吧，我也不能一直等着吧。以前就说过我不许你去喝酒，然后你非要去，你就不应该问我用不用同意。为什么你不同意我就不能去呢？而且我就喝一点儿，你不知道你喝完啤酒什么样吗？他那次喝完酒回来之后，那家伙那脸红的，司机见了他都得停车。我有那样吗？但是我也并没有说我发酒疯，我本来就喝酒上脸，对吗？完全没有必要把我关门外头吧。喝酒上脸本来就是对身体就是不好嘛，我就不想让他喝酒，就一点也不想让他碰，他非要去，而且到最后让我不理他。后来大概就10点左右吧。几点钟去的？6、7点钟。应该不会喝好多。但是他喝一点就关了1夜是吗？就1夜没让进门？差不多。就我好说歹说。可能是发慈悲了，把我到几点钟进的门？别大概到2、3点钟，可能是睡觉醒来了吧，想起我还在外边了。我不就是想给你个教训吗？让你长长记性，你以后还敢再去喝酒吗？生活中我们都是这，他说什么我就得听他的，什么我们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，必须是他说的就对，我说的就不对。就说我们这大学毕业，我那时候是想，如果我们大学毕业结婚了。我们就可以说有更好的一个稳定的一个，就更稳定，去更安心的去拼自己的事业去，然后为自己的小家争奋斗去。我就跟他商量这个事儿，每次我提这事儿，人就大发雷霆，根本不听我说。咱俩用得着商量这种事儿吗？咱俩现在才多大呀？他24，我22，我们俩现在都还很年轻啊。我就说我想先拼一拼事业去，因为我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我喜欢的工作，我不想去这么早的结婚。是这事儿我是说不过他，最后我还是妥协，就说他工作，你工作就工作，你干嘛把自己的健康也置之度啊？而且我每次我就说你这个工作你和生活稍微权衡一下，我就是关心人家，人家都说我用你管吗？
这完全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是那么跟你说的吗？当初他第一开始说我听，然后他说你就注意吃饭，然后你要怎么样。我说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都会注意的。可是后来就真的是特别烦。我在工作，人家电话就没停过，好不容易等我抽个空给人家回过去。我说你怎么了？他说我没事，我就问问你吃饭了吗？然后你吃的什么呀？然后就开始跟我在这叨叨这个，真的很烦啊。就是你们俩现在谈了1年多恋爱，他还能保持这样是吗？他确实是一直是这样，而且我有的时候吧，就是说，我觉得我自己照顾自己挺多年了，我也挺好的，我不想让他这么一直去这么烦。是你一开始需要，你现在不需要了，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一开始我不需要你关心，但是我不想说他说什么我都不听，我不想因为这种事情跟他吵。但现在我真的工作很忙，我没有时间去一直，我工作性质本身就是这样的，有的时候什么摄影师是吧？对，我有的时候出去要外拍呀，就是挺忙的时候顾不上吃饭了，但是其他时间我1日3餐还是很正常的。然后他就没完没了的。拍什么的呀？婚纱摄影啊。有那么忙吗？就是人家客户如果不同意的话，我就得一直跟着人家拍嘛。就是客户也得吃饭呀。确实是，但是就是不按时按点了。他不仅仅拍，他还要去出外景嘛，不仅仅说是那个，他还要去外边拍。外边拍他们每次特别拼，加班加点的去工作。我提醒他，我觉得我没有错呀，对吧？我主要是为你的身体去考虑。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做错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因为这个事儿还说我不关心他，我不在乎啊？我觉得就是根本他不在乎我。你为我身体考虑。有一次他们去外拍回来了，平常他外拍回来我要去，他可能会让我看他的作品，我本身也比较喜欢他拍一些东西。那次他回来他确实累，我也没说什么，他就去休息了，然后我去拿他相机去看了。当时我一看他工作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搭档，就是说私下来就跟那个男的就说是男闺蜜吧。当时我一看，我一翻他相机，我就是看了嘛，也不说故意去翻去了。我一看，这么多亲密合照，我当时我就真的很生气。我说你们正正经经的去拍照了，为什么要这么多合照，那么亲密？我就很不理解。我们怎么就亲密了？那会儿就是因为我们好多同事都出去了，那个地方也挺漂亮的，我们就想说拍个照留个纪念嘛。我问个不厚道的问题啊，就他打电话你都没时间接，怎么有时间合照呢？因为那会儿就是所有同事都在那块拍照呢，我说行吧，既然人家都在拍，那我也就是说一块去拍几张嘛。拍了几张也没什么亲密照片，是几张吗？只是朋友在一块拍而已。那你确实是发了脾气了，人发脾气怎么办呀？我那会儿是外拍的东西，人回来把我相机卡给我格式化了。你知道你格式化之后我要付出什么吗？我跟人家老板我就只能说，我说我相机卡不小心给弄丢了，怎么我就找借口呗。然后人老板说你再出这种低级错误你就给我滚蛋，然后就这么骂。然后后来后来跟我说那你去免费给顾客再重拍。我又跟人家顾客好说歹说求人家，又免费拍的给人家拍。是，当时我有点激动，可能是有点过分了。但是他确实跟他那个男同事走得太近了吧？我之前也告诉过他，我说我不喜欢你。你指的太近是什么？刚才你用了个词叫男闺蜜啊，女生好像也没反驳是吧？对，他确实是我一个男闺蜜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说过年的时候，我本来说去跟他一起回家去看看他父母，买点东西去问问一下，毕竟过年是一点心意，对吧？当时他就没让我去，但是我后来从他朋友那儿知道，我说他这个男闺蜜经常跟他回家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就实在是不明白。这个真的不是他说的这样的。我男闺蜜因为和我都在河北，然后我爸妈没有男孩子嘛，就比较喜欢男孩子。有的时候他去我们家挺会哄我爸妈的，然后就我爸妈把他当成那种就是说亲儿子去看的那样的。但是他要去，人家都是以朋友身份去，他要去肯定是男朋友身份呀。但是我们俩还没有到这种谈婚论嫁的程度。是以朋友的身份去，但你最起码得保持点距离吧，朋友之间应该有距离，对吧？但你干嘛非要现在就要去我家呢？咱俩谈了1年多，我觉得好多东西在工作上你不够体谅我，然后生活上你也不够细心，不够照顾我。我不想就是说现在就谈婚论嫁，而且我觉得吧，咱俩现在还很年轻，我就想把重心全部拼到事业上面。爱情这种东西，其实真的说句不好听的，可以说是可有可无，就是一个调味品就可以了，干嘛非要看这么重？那你的意思是恋爱是你的调味品咯？
但是我现在真的在很认真的跟你谈恋爱，我不想因为这种小事情老是跟你吵，很麻烦。我不觉得你很认真，你还平常说什么我不了解他，我不够了他，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给我了解你的机会。有一次我们去外边去郊游，本来玩得挺开心，旁边就有好多那种特别好看的花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喜欢紫色嘛，正好那也是紫色花，我就说好摘一捧去送他。哎，我刚说去送给他，这时候她男闺蜜又过来说，女朋友不喜欢，她花粉过敏，你不知道吗？为什么我都不知道的事情她知道吗？确实我花粉过敏。她为什么不知道呢？因为她跟我认识时间不是特别长，就是说1年多，然后她也没送过我花。然后我男闺蜜和我认识时间特别长了，我们从大学刚开始就已经认识了，就是说关系特别特别好。那你男闺蜜没个女朋友吗？他现在没有女朋友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我被另一个男的说你不了解你女朋友，关键这是你的正牌女友啊，你还不如我呢，我该怎么想？那你怎么做的呀？你就直接是人家在那块儿把那花往地上一扔，扭头就走了，好多人都看着呢，所有朋友都在那儿呢。我朋友过来问我，哎，男朋友怎么了？怎么就跑了呢？怎么就忽然走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那我生气，我不是应该的吗？你给我花粉过敏，我不应该把花扔了吗？那你替我想过吗？你当时走了，你替我想过我追你还是陪朋友？你并没有追我呀，你照样是陪你朋友去了呀。你追我了吗？那么多人，那我能因为你一个人把那么多人都撇下吗？是，反正是在生活中他就是这个样子，工作他的工作比我重要，朋友比我重要。我觉得我在他心里一点位置都没有。我觉得谈恋爱没必要就是非得都腻在一块儿啊，整天的。他要求的其实不是腻在一起，他不是想更多的了解你吗？因为我有时候工作很忙啊，我没有时间就是一直陪着他。你有多忙啊？他可从打上台来说，他都没说他抱怨你不陪他，对吧？他也说过了，我有时候工作起来就真的是加班加点都完不成那种工作，然后他还要一直跟我你自己觉得人家把你当什么？其实我并没有说，我就说我怨他没时间陪我。我听出来了。就是说我觉得吧，他根本就没有认定我说这是我男朋友，我肯定会考虑说以后会跟我结婚，会跟我一起走下去。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这么想过。就是说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吃饭，本来吃的挺高兴的，他就要去给他初恋打个电话，我就很生气，我说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你要给你初恋打电话，对吧？你跟我吃饭，你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？对啊，我就觉得他很过分，就是说，就算你们没有什么，你们本来就不应该有任何联系了，对吧？毕竟你跟我在一起了。我不觉得说分了手之后连朋友都做不成，他刨去我初恋的名字，除了就真的就是只是一个普通的没错，又是朋友，你朋友是多，你好多的朋友，咱们也是朋友做起的，咱们也是从朋友发展到恋人。对吧？那会儿真的只是我说那是过节的时候了，我说打个电话问候一下，好长时间不联系了。但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跟我在一起，你跟你前任打电话，那我背着你打电话，你会很开心吗？我当着你的面只是说我不心虚，我们俩之间没什么东西。是你不心虚，那就说明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呀。我下次会背着你的。那你去吧。这女生我没办法，平常我根本就说不过她，真的。本来我很少去跟她说大吵一架。换而言之，其实人家家也没去成是吧？那你跟他谈恋爱，你父母知道说你还有个男朋友吗？我爸妈并不知道，因为我现在第一点就是我不想把这么早就谈婚论嫁，我不想跟爸妈说这个事儿。然后第二点就是他其实说真的不符合我爸妈就是给我的要求。那你爸妈没给你介绍一个？我爸妈介绍了。这肯定会有呀，他背着我去相亲啊。当时我发现了之后，他还告诉我不是，说是工作关系怎么地。然后后来当我一再追问我是真的是这样吗？他才跟我说我是去相亲了。你相亲你为什么要背着我？你还告诉我你去相亲了，是不是你找个好的你就直接把我踹了可以？我那会儿真的只是不想让你多想，我父母安排的，我又不能说不去。他们在那，他们一生气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只能说我去了。我去了之后，我跟人家也说得很清楚，我说我现在有男朋友了，但是我现在又不能让我爸妈知道，所以麻烦你就是别跟我爸妈说，就别说这种事儿。我每次跟人都说得很清楚，然后你就觉得我背着你怎么样就要把你踹了，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信任我呀。我怎么信任你？觉得做这么多事儿，我拿什么信任你？我再问问啊，你们双方的朋友玩得好吗？我就不认识他几个朋友，就那次我们一起吃饭嘛，我朋友也在，本来吃的挺开心的。他有个朋友说，我觉得你男朋友还不错呀。那当时来这么一句说，他哪儿不错呀？他长那么矮。我就根本不喜欢这个样，当时气氛很尴尬呀。他朋友和我朋友都在那儿，当时谁也不说话。
我当时那会儿跟你道我怎么办？歉了呀，他当时生气了嘛，然后我就赶紧跟他道歉，我真的是只是开个玩笑，我没有当真的去说去。我特别好奇，就是你喜欢这个小伙子什么呀？他第一开始对我就是说他对你是真好，你承认是吧？对，而且我身边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朋友，然后他对我就是真的是无微不至。就冬至的时候，我吃不到饺子，然后他还专门工作的时候专门跑回来给我送一趟饺子，就这么好，你为什么不好好爱他呢？我很认真的对他了，但是我现在只是说想把重心放在工作上。可是我根本不觉得，他是跟我当时说啊，我跟你道歉了，可是他是怎么的态度？他就是一副教育的样子给我道歉。他说啊，算我错了，你没必要这样吧？至于吗？这点小事儿，你有完没完？可我跟你道歉了，我说过那我怎么跟你道歉？你每次一点小事生气。这个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要保证我最起码我自己能养活我自己，吃穿不愁的时候，就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了，我才会去结婚。我现在不要求他有什么物质，我只要求我自己够了。刚才你说恋爱是一个生活的调剂品哈，对，对你来说婚姻是什么？婚姻是牢笼。啊，行了，啊，我没有什么好问的了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什么叫闺蜜？闺房的闺房密友叫闺蜜，就是能进入你的卧房和你聊天很亲密的交流的人才是闺蜜。所以你一直在说我那个男闺蜜，我们很多年了，什么都了解，但她是真正意义上的闺蜜吗？如果她真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闺蜜，那我以为你们俩只是可能某些时机缘还未到，如果到了，那就不是闺蜜了，那就变成了恋人。如果没有这份情节的话，你不会一直在说她是我的闺蜜。什么原因我不多问，但这个所谓的男闺蜜一定不是简简单单的异性朋友，他也没有女朋友，而且他可以公开出现在你和你的男朋友中间，还那么了解你，他仅仅是一个好朋友吗？我不认为，你们两个都挺别扭的。女孩是因为在你无聊的时候，她的体贴你觉得那是一种调味品，有温暖，当你很忙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了一种累赘和负担，很烦人。这叫什么爱情啊？连朋友都不如。你跟朋友你能说出来说，哎，我最近很忙，你别烦我啊，那朋友也没得做了，何况是男朋友。你们都清楚自己的位置，而又不做出及时的了断，那就是耗自己的青春。散了吧，别互相折磨了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好，来曲总。当你听到这个女孩说爱情是调味品，婚姻是牢笼的时候，你还不赶紧跑啊？我想跑，我现在不能跑呀。你今天才听到她这么去评价，对，有可能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和今后，从来没跟我对不对？这么说过这种话。好，即使她今天没有这么直白的说出，但是你可以通过种种的细节，就可以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角色，你就是一个调料嘛，对不对？在你对他好的时候，他会享受。你以为他劝你说你不能在外头喝酒，对你身体不好？你以为你打游戏的时候跟其他异性说话，他吃醋给你拉黑，那是因为爱你吗？不是，那是因为要占有你，让你听话。为什么？让你只对我一个人好，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，不是爱你。男闺蜜就不说了，对不对？这么对他知根知底儿，那对着那个前男友还念念不忘。知道你不舒服，那好吧，下回我背着打。你居然连见他们的家人的权利都没有，恰恰她的男闺蜜有，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人有没有。当然还去相亲，种种的这些表现，他把你当成什么？我觉得从一定程度上，可能何止是心里没有你，简直就是说不把你当成一回事儿。因为至少他知道他做的那些行为，一旦让你知道，你是会伤心的，但是他不在乎，因为他告诉你，我现在工作是第一的，我的朋友是第二的，你不知道排到第几，明白了吗？女孩，当你说出对爱情和婚姻的描述的时候，我敢说这不是你的真心话，你只是说在假设这个恋爱的对象和结婚的对象是他的时候，
你会有这种感觉。当你真正遇到爱的人的时候，他一定不是一个调味品，他一定是你的一切。当真的爱人出现的时候，你的工作只能排在第2位，你能背着他去给前任打电话，说明你是留恋过去的那段美好时光了。工作那么忙，你还会跟男闺蜜一起去亲密的合影，能看到那个亲密的合影照，其实背后是你多么的享受。那会儿你在工作，但是你都可以把工作排在了第2。家人不会跟父母去提到他，因为你知道父母根本不认可他，其实你也不认可，你把真相跟朋友说了，不小心让这个傻孩子知道。所以种种这些表现，干嘛要欺骗自己伤害别人呢？我们干嘛把人过得这么自私呢？唯一对得起他对得起自己的做法就是跟他说清楚，然后跟他说再见，找自己真正爱的那个人。当那个人出现的时候，恋爱和婚姻观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把你们说的话连贯起来说，我知道你无微不至的关怀，但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对待你了。爱情有那么重要吗？不过是调味品，你还不符合我家人的要求。我现在不想结婚，因为婚姻是牢笼。你的话连贯起来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没有说错吧？这话听起来很坦荡，言下之意就是我付出的只有这么多，我已经努力做了，对吧？那么至于你要再怎么对我，都是你自己心甘情愿，别说是我利用你来这么做。但这些话是你的心里话吗？我没有描述错吧？是心里话，你撒谎。婚姻是牢笼吗？那你还天天帮别人拍婚纱照？婚姻是牢笼吗？我不相信一个人每天认为婚姻是牢笼，却天天去祝福别人的幸福，去帮别人去拍照，拍照的时候还要跟新娘说，哎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再笑一笑，多恩爱的一对儿。你天天在说假话，你天天在用镜头捕捉新人的美好，你跟我说婚姻是牢笼，你内心是一定期待婚姻的，不过是对象不是他而已吗？不就是不喜欢也要站着吗？你的那番话的言下之意，不是说我只能付出这么多，所以呢，你自己该怎么想就怎么想。其实你就是一句话，记住啊，小伙子，我就这样，你再这么继续下去，一切的结果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如果说你不跟那些所谓的男同事、男闺蜜，又或者是前男友之间有瓜葛，那我会认为你刚才那番话就是坦诚的。我已经努力做了，并且我心含愧疚，我给不了你给我那样多，但我已经认真做了。但是其实你内心并没有愧疚，你并没有努力去平衡这份愧疚，你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其他的方面，你宁愿给别人一点时间、一点关怀，你也不愿意多给他一点点。对一个人的好，得看对方是否值得欣赏。如果对方懂你的这份好才有意义，如果对方根本不懂你的这份好，那么你持续的付出，说难听一点，那就是太不重视自己。把有价值的爱去奉献给有价值的人，奉献给那个懂你的人，就这样。你有权利用你的方式去认定什么是婚姻，什么是爱情。但如果你这么认定了，你就不要去嬉戏情感。大家之所以气愤，主要是觉得一个那么认真对你的人，其实你没有那么在意他，你应该放他走，你应该在一块也这么长时间了，然后好多事情是我做的不对，是我太自私了，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，所以我现在跟你道歉，我真的跟你说句对不起，我就是希望你说的问题我都会有所改变的，我就希望你能再多给我一次机会，就是不要这么快就说分手，我真的是很在乎你的。
咱俩一起这么久，其实好多事情咱们都谈过，我真的不确定你以后会真的说是做出什么改变，我好好考虑吧，我再想想。两位请回吧。啊，失去了知道珍贵了，贪婪的一种表现。来，请关门。我们的爱情